永乐元年，刚刚成为皇帝的朱棣决定将自己年仅16岁的小女儿长宁公主远嫁云南。都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，朱棣一向疼爱幼女，京城中有许多勋贵之地，朱棣为何不将女儿留在京城，而忍心将女儿远嫁云南呢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驸马爷姓穆，是穆英的幼子，而且还是庶出。把爱女嫁给边疆一个家族的庶出子弟，云南幕府究竟是什么来头？连朱棣都要放低姿态。事实上，初代西平侯穆英是一个让朱棣都忌惮的人物，因为穆英曾经姓朱，就是朱元璋的那个朱。元朝末年，兵荒马乱，一个8岁孩子的家毁于无情的战火之中，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母亲也在逃难时病故，无家可归的他只能流浪在陌生的亳州城中，靠乞讨为生。朱元璋难以忘记第一眼见到那孩子的情景。那一年，25岁的朱元璋还是一个打工仔，刚加入郭子兴的红巾军，做了郭家的上门女婿，尚无儿女，也没有自己的军队。战乱和饥荒随时会夺走孤儿的生命。朱元璋和妻子马氏决定将其收为养子。从那一天起，他就叫朱文英。朱元璋对这个养子视如己出。多年以后，定鼎中原的他回忆往事，仍饱含深情地说：“朕怜其孤且幼，特抚育如儿，夜卧同榻，数番酣睡于朕怀。”朱元璋将人生的第一份父爱给予这个孑然无依的孤儿。朱元璋一生养了10多位养子，包括朱文正、朱文忠、何文辉、朱文训等人。但从史料来看，朱文英是第一个来到朱元璋身边的养子。他虽然不是最年长的，但朱元璋和马皇后对他却有长子情节。朱文英8岁投奔朱元璋，朱元璋严请老师，教导穆英学文习武。穆英生而乖觉，深得养父母的宠爱。因为朱元璋常年在外打仗，马皇后便担负起抚养之责。待到朱文英长大，马皇后多次在朱元璋面前称赞他，朱元璋对他也越来越重视。公元1362年，朱文英18岁，朱元璋决定让他独当一面。朱文英人生中的第一个军职是帐前都尉。当时徐达攻下镇江不久，朱文英的任务就是参与镇守镇江。从这一刻开始，穆英才真正离开朱元璋夫妻的照顾，开始自己养活自己。从8岁到18岁，朱元璋夫妻抚养穆英10年之久，这10年不是一饭之恩，而是长达10年的舐犊之情。在开创大明王朝的战争中，包括朱文英、李文忠在内的朱家养子们冲锋陷阵，万死不辞，堪称朱元璋的心腹大将。洪武初年，朱文英被任命为大都督府佥事，年纪轻轻就在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担任要职，可见深得朱元璋信任。可在平定天下后，朱元璋已经儿女成群，自然要将江山传给血缘维系的后世子孙，皇室家族将不再有养子们的席位。洪武元年，朱元璋向朱文英摊牌，他问朱文英：“你到底是谁的儿子？”朱文英早已忘记亲生父母的姓名和容貌，只好说自己就是陛下的儿子，穆陛下母后圣恩如天地。朱元璋反复地问，朱文英就一个劲地磕头，重复这句话。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，朱元璋听了也很感动。可养子身上流的不是自己的血，他若继续姓朱，难免给大明日后的皇位传承带来麻烦。毕竟朱文英可称得上是他第一个儿子。朱元璋一定要他恢复原姓，就从这句话中取一个穆字，赐为穆姓。从那一天起，他就叫穆英。从此，世代镇守大明西南边境的穆王府有了雏形。但此时的穆英只是在大都督府当差的一名官员，距离他真正在边疆称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洪武14年，朱元璋派傅有德、蓝玉和穆英3员大将率领30万精兵，平定云南的残垣势力。当时统治云南的是元朝梁王，名字特拗口，叫做巴扎拉瓦尔密。元梁王自是云南山高地险，且手下有10几万军队屯驻于军事重镇曲靖，明军不敢轻易进攻，以为自己还能享几年清福。不曾想，明军仅用了100多天的时间，就从湖南、四川等地打到了昆明，之后又趁胜追击，征讨大理，各地关隘接连失守，云南土著望风投降。曲靖之战时，正是穆英向主帅傅有德献计，元军以为我军疲于长途奔袭，
尚未严阵以待。此时我军若突击前进，攻其不备，必定可以将其击破。这正是陛下所说的出奇取胜战术。傅有德听从沐英的建议，对援军阵地展开猛烈攻势。援军果然迅速溃败，仅曲靖一战就被俘2万多人。援军大败，元良王万念俱灰之际，带着妻儿老小乘舟逃入滇池。这位名字难念的梁王做人却很简单粗暴，在一死其爱妃后，对随从们说：“我宗室无祥礼。”之后引阵自杀，为元朝尽忠。在进攻大理时，沐英身先士卒，策马渡河，水没马腹也毫不退缩，将士们深深折服，紧跟其后，没有一个士卒敢落后。洪武15年，云南全境平定。明朝在云南设置都指挥使司、布政使司，分云南为52府、63州、54县、治委所，建立了完整的行政系统。朱元璋还迁移一批中原大姓移居云南。当时江南巨族富民一犯法就被他遣戍云南，以此充实云南人口。据明代《三易随笔》记载，明军初平云南时，当地人口只有7万多户，此后从江南、中原等地迁来的商贾市民多达20万户。如此一来，朱元璋有了新的烦恼。在给沐英等3将的敕谕中，朱元璋既为他们的工作业绩感到满意，又道出自己内心的担忧：正官自古云南诸夷，叛服不常，盖以其地险而远，其民富而狠也。驯服之道，以宽猛是矣。朱元璋并非杞人忧天，云南远在千里之遥，地盘打下来，总要派人管理。此时，明朝迫切需要选派一个名臣众望者镇守云南，执行中央的政策。这个人选与朱家有着特殊关系的沐英再合适不过了。第2年，沐英班师回京，朱元璋便向他提出这一想法，并关切地问：“关云南苦否？”沐英从容答道：“云南不苦，四季如春，冬不穿袄，夏至温和。那里溪水清凉可口，喝多了也不会肚子痛。不过，臣还记得打大理那天早上，将士心切，置生死于不顾，有100余将士打完仗后打了一库的稀。”朱元璋大笑，果然儿子还是靠得住，云南就交给你了。沐英治理云南的过程起初很不顺利。他初入云南时，周边民族与各地土司豪酋时常发动叛乱。日后威震西南的穆王府是如何在这样群狼环伺的境地中崛起的？沐英采取的手段是恩威并施，一手进行建设，办学校、克农桑、疏浚水道，另一手带兵平叛，在云南各族人民中建立威信。在征讨当地土司时，沐英曾面对上百头大象的围攻，由于火药装填太慢，明军先进的火器一时难以御敌。身经百战的沐英便发明了著名的3段击战术，把火枪手和弓箭手混编，分成前后3队。大象逼近时，第一队的士兵集中射击，之后退到队伍后装填弹药，第2队、第3队相继跟上。火炮尽弩齐发，土司的象兵损失惨重，连连败退。沐英在这一战中生擒了37头大象，都够开几家动物园了。几番征战，云南土司被沐英管得服服帖帖。随着云南人口增多，吃饭成了问题。沐英为此在云南大力发展屯田。沐英命军士一边戍守，一边屯田，从江南、中原等地迁来的大批人口也加入其中。此后10年间，云南屯田总数百万余亩。到宣德年间，云南官员上奏，云南的粮食已经完全满足军需，还有大量盈余。史书记载，沐英为人宽宏沉义，居贵不骄，没有什么不良爱好，唯独喜欢养马，将马称为逆友，爱马之心丝毫不逊色于当代猫奴。沐英主政云南期间，多设马场，大力推行马政。有明一代，云南的战马储备充足，还大量输送到省外，为明朝的军备做出了很大贡献。这也难怪朱元璋在听到养子在云南的政绩后，夸赞道：“我儿镇守云南边陲，大明无西顾之忧。”洪武25年，与沐英感情深厚的太子朱标突然去世，沐英伤心欲绝，哭到呕血，最终在云南病逝。消息传来，朱元璋悲痛不已，命沐英长子沐春奉就至京师，追封沐英为乾宁王。比起其他一些曾经同甘共苦的开国功臣，沐英无疑是幸运的。朱元璋没有对他心生猜忌，更没有赶尽杀绝，
而是让穆英家族成为明代唯一世守封疆的公侯，守护大明王朝3个世纪。穆英之后，穆氏家族子孙世袭前国公，世代镇守云南。关于云南穆家的故事有很多，比如金庸先生的《鹿鼎记》有提到过云南穆王府的小王爷穆建生及小郡主穆建庭，这2位都是虚构人物，但穆天波确有其人。穆天波在崇祯元年承袭前国公的爵位，当时只有10岁。等他渐渐长大掌权后，大明王朝却变了天，明朝灭亡的消息传到云南，穆天波的日子变得异常艰难。云南各地开始叛乱，不再慑于穆王府的威严。再后来，南明的永历帝朱由榔被迎到了云南，继续与清军对抗。穆天波依旧对朱由榔忠心耿耿。顺治15年，清军进入云南，穆天波跟随朱由榔逃到了缅甸。缅甸王莽白要求朱由榔饮咒水盟誓，朱由榔明知有诈却不敢拒绝。第2天，朱由榔派穆天波等人去饮咒水盟誓，结果他们刚到就被缅甸士兵包围。英国历史学家哈威所著《缅甸史》对穆天波之死写得非常详细。穆天波死前奋起还击，连杀9名缅兵，壮烈殉国。就这样，最后一代前国公穆天波殉国，结束了穆氏家族在云南长达260年的统治。攻入云南的吴三桂为巩固统治，疯狂地追杀穆氏家族的其余成员。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一个统治了云南3个世纪，曾经煊赫一时的传奇家族，随着大明王朝的覆灭，也就此烟消云散。